上回说到，乌索普凭借自己过人的智慧和满嘴跑火车的吹牛皮手段，打败了莫利亚手下大将萝莉妹妹佩罗娜。索隆与传说中的斩龙武士龙马对战，凭借高超的技艺和过人的气魄，得到了龙马的认可。龙马在弥留之际，将自己的宝刀秋水赠送给了索隆。布鲁克失了5年的影子，终于也找了回来。乔巴这边装着索隆影子的3大流僵尸和装着山治影子的企鹅僵尸，影子中的记忆完全消失，现在成了莫利亚忠实傀儡，与乔巴和罗宾对峙。霍古巴克很得意，你们2个被自己同伴制服的感觉如何？虽然僵尸刚刚会行动的时候会残留少许记忆和情感，不过当影子和僵尸适应了之后，他们就会完全成为杀人机器。对僵尸来说，命令就是绝对的。原本乔巴遇见霍古巴克的时候，对这位救死扶伤的天才外科医生很是崇拜，不仅因为霍古巴克在医学界享有盛名，正是因为霍古巴克正在进行人类死而复生的研究。死亡总是突然降临，无论是死者还是仍然活着的人，他们应该还有很多话没说。也许是因为自己的庸师师傅希罗鲁克的离去，让乔巴觉得十分遗憾，哪怕只有几分钟见一面死去的亲人，和他说几句话也好。如果真的有唤醒死者的方法，即使是被唾弃为歪门邪道的医学，但是对于被救的人慰藉却是很大的。所以当乔巴听说霍古巴克正在从事死而复生的研究时，乔巴更加觉得霍古巴克是个了不起的医生。现在再看到霍古巴克的脸，乔巴已经没了崇拜，反而觉得他又讨厌又恶心。现在大西加来，自己就不用手下留情了。霍古巴克还没意识到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了，他哈哈大笑，戏谑道：“你崇拜我，因为我是天才，但是我为什么要为别人救死扶伤呢？虽然为了钱，我可以为别人医治，但是当那些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人打扰我的时候，我从心底感到厌烦。这就是天才的烦恼。要尊重我是你的自由，要是你觉得失望，也是你自己的事。因为和你的理想不同，就让你对我无法原谅的话，我只能说你是个笨蛋。你在教我做事？你在教我怎么做医生吗？你的资格还远远不够。”乔巴怒道：“我才没有要叫你做医生，因为在我心里，你已经不是医生了。这里的僵尸不过是被操弄的死人，这些家伙没有生命，你不是在救死扶伤，只不过是在玩弄生命而已。”霍古巴克对乔巴的意见无法认同，这些家伙能活动有意识，怎么说是没有生命呢？你有什么理由去否认这些生命？霍古巴克一脚将旁边的黄发僵尸女踢飞，命令她舔地板。僵尸女应了一声，乖乖跪下来舔着地板。乔巴气得浑身发抖。霍古巴克瞥了他一眼：“那个房间你看过了吧？”乔巴一声。那间挂满女人照片的房间，原来是霍古巴克的私人房间。照片的女人名为维多利亚·辛朵利，是著名的舞台剧女演员。她的美貌曾让霍古巴克为她疯狂痴迷。不仅是霍古巴克，全国很多男人都沉迷在辛朵利的美貌中无法自拔。霍古巴克不仅是辛朵利的粉丝加痴男，还是辛朵利的主治医师。在霍古巴克眼中，辛朵利温柔、善解人意，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是霍古巴克梦寐以求的约会对象。然而，这样的女子居然有男人。辛朵利以自己已经有未婚夫为由，拒绝了霍古巴克的求婚，这就不禁让人联想到一些小日子过得还不错的国家拍摄的医患之间的变态电影了。丧心病狂的变态医生因为疯狂迷恋女明星，但是无法得到手而起了某些歹念。没过多久，另一个让霍古巴克崩溃的消息传来：辛朵利意外死亡。霍古巴克难以承受打击，辞去了工作。就在这时，莫利亚出现在他面前，邀请他入伙，加入自己的变态俱乐部。霍古巴克想也没想就答应了，条件是借助莫利亚的能力让辛朵利复活。变态之间总是惺惺相惜的。霍古巴克登上了莫利亚的船，第一件事就是去刨辛朵利的坟墓，挖出她的尸体，这才是真正的痴汉，连对方的尸体都不放过。霍古巴克得到辛朵利的尸体后，想要带回城堡搞了一番动作。当然了，复活后的辛朵利和以前的性格大不相同，不会哭不会笑，整日顶着一张冷脸。因为被注入的影子生前是个女仆，辛朵利极其仇恨盘子，对霍古巴克又冷漠又刻薄。这些霍古巴克都不在乎，只要有辛朵利的美貌就足够了。每天看着梦中情人躺在枕边，霍古巴克心里满足得很。乔巴听到这里已经握紧了蹄子，这哪里是人类？心灵和身体没有联系的人已经不能成为人类了，只不过是霍古巴克和莫利亚令不能反抗的尸体制作出了怪物而已。僵尸越多，人类越会不幸。霍古巴克也怒了，跟我谈医术，你还嫩了点，给我干掉他们！辛朵利。僵尸女领命，站起身，拿出一摞盘子。霍古巴克洋洋得意，等你们死了，我会把你们也变成傀儡，你一定会很光荣的，乔巴。等你死后，我会让你的尸体成为我的助手。乔巴暴怒，变成人形，冲上去几拳头捶爆了辛朵利手中的盘子，咆哮一声，抓住他的2条手臂。辛朵利挣扎了一下，用膝盖击中乔巴，乔巴吃痛放手。辛朵利又掏出了一摞子盘子，扣在了乔巴的头上。霍古巴克提醒道：“别看她是女人就小看她，为了干仗，她的肌肉已经得到强化了。”辛朵利也确实厉害，一脚踢中乔巴侧腰，乔巴感觉有些疼痛，但他依然不肯放手，好言相劝辛朵利：“
人都死了，还要被人改造成服从命令的士兵。作为一个人，心都已经死了，还被变成提线木偶，真的是太可怜了。霍古巴克倒是很得意，人类的最终梦想不就是死而复生，永远不死吗？僵尸就可以实现了呀！乔巴怒吼：“人类是人类的话，应该更自由。你是最不把他当人类的人。”辛朵利有这么一秒停下了动作，灵魂中的某种东西被乔巴唤醒。乔巴趁机呼唤罗宾给辛朵利吃盐。霍古巴克反应过来，立即召唤另外2个僵尸赶来支援。企鹅僵尸跳起来，猛地踹中乔巴，3道流子打出刀锋，差一点砍中乔巴。罗宾花花果实缠中3道流，3道流再次震撼罗宾，甩出刀锋，结果这一刀差点砍中企鹅僵尸。企鹅僵尸不高兴了，跑过来吵架，因为霍古巴克下的命令是让他们2个消灭所有碍事之人。对于他们来说，彼此也是那个碍事的人。索隆和山治这2个人，就算只是影子，就算进入到了僵尸身体，就算没了记忆，也是水火不容，一言不合就干架。罗宾利用僵尸无条件服从命令这个 bug， 哄骗霍古巴克说出了“你们给我跳楼去死吧”这种命令。3道流和企鹅僵尸听到命令后，停止了互殴，互像比赛一样争先恐后的撞开砖墙，从楼顶跳了下去。霍古巴克没办法，又命令辛朵利给自己当枪。他告诉辛朵利，就算你死了，我也会找别的影子给你的，所以安心去死吧。僵尸辛朵利待在原地动也不动，一滴眼泪落下来，激活了干枯已久的心脏，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肉体似乎恢复了从前的记忆，影子已经无法再继续驱动肉体了，灵魂都没有了，光剩下身体居然还能留有记忆，这种神奇的事情恐怕翻遍世界上的书籍都找不到答案。辛朵利歪歪扭扭的走上前，为了执行霍古巴克的命令，与自己的身体对抗。罗宾花花果实缠住辛朵利，乔巴则奔向霍古巴克，一把将他抱住。霍古巴克气急败坏，大骂乔巴是个怪物，还以为自己是个人，简直是个笑话。乔巴大声反驳，不管是怪物也好，色情狂也好，长鼻子也好，大家都自愿跟随船长路飞，不像你们只会控制不会反抗，没有自我意识的僵尸。罗宾果实能力从乔巴脚下变出一节一节的脚，将乔巴顶上天花板。霍古巴克慌得大叫，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去，拥有世纪财富的超级天才大脑会被摔坏的。乔巴大吼，无所谓，比起僵尸你的脑袋更腐烂，受死吧！罗宾乔巴被乔摔。另一边，路飞和莫利亚不听周旋，奥兹踩着霸王龙步伐赶了回来，双手扒在城楼上爬了上去。莫利亚得意的大笑，和你的影子 say hello 吧，草帽小子。路飞看到奥兹的一刻惊呆了，这家伙的体型比巨人还要大很多，这就是我的僵尸啊！莫利亚很高兴，奥兹回来找自己，证明他影子的记忆已经全部没有了，现在成了完全听从自己命令的忠实部下。莫利亚让奥兹看看手臂上贴着的通缉令，那些就是大闹魔鬼三角洲的海贼们。奥兹，干掉他们，让我见识见识你的实力。奥兹仔细看了看通缉令，一眼就和眼前的路飞对上号了。莫利亚起身就溜，学校中午抢饭的都没有他跑得快。永别了，草帽路飞！路飞见莫利亚要跑，跳起来就要追，奥兹一招头锤砸下来，直接砸碎了地板。刚巧下一层就是和霍古巴克对阵的乔巴和罗宾，乔巴的背桥摔才进行到了一半，奥兹的大脑袋就砸了进来，乔巴吓了一跳，鼓舞的霍古巴克变成鹿形态跳到罗宾身边，霍古巴克则被压在石头下面，奥兹全然不顾倒在地上的霍古巴克，他的眼中只有自己的主人莫利亚，其他都是蝼蚁。眼看奥兹一步步走过来，就要把自己给踩碎了，霍古巴克歇斯底里的呼唤辛朵利救自己，辛朵利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霍古巴克大骂：“你们僵尸除了忠诚之外没有别的意识，快点救我！你这除了长得漂亮一无是处的尸体！”辛朵利回过头看了一眼乔巴，突然露出微笑，那笑容就和他的照片里一模一样。乔巴在这一刻唤醒了辛朵利的生命。奥兹大步流星走过来，无视残笑着的霍古巴克，一脚踩了下去，瞬间世界都安静了。奥兹继续到处破坏，一拳头打穿地板，正好碰上了正在四处逃窜的乌索普，接着他又一脚踢开了墙壁，救下娜美的山治吓了一跳，愣神之际，抱在怀中的娜美再次被隐身人阿萨姆给抢走。霍古巴克研究所的屋顶上，索隆沉迷在得到新到的喜悦之中，奥兹一拳头锤爆了塔楼，布鲁克吓得尖叫的带着曲谱，成功吸引了奥兹的注意力。随着奥兹从塔楼里爬出来的还有山治，整个小岛一片混乱。乌索普从对面塔楼上用望远镜观察一番，看到了奥兹手臂上贴着的2排通缉令，乌索普懵了，完蛋了，那个家伙的目标是我们呀！奥兹为了找出路飞一伙人，在楼的房间大肆破坏，僵尸一旦接到命令就会贯彻到底，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为此，莫列手下的那些僵尸和干部们也受到了牵连。奥兹不管不顾，四处寻找猎杀目标。不给我